高空气球、外星人、月球照片，还有美味的麦片。哎呀，这样几样东西怎么看都是八竿子打不到一块去的，对不对？但是时势造英雄，在上个世纪40、50年代的冷战初期，他们就被莫名其妙的绑到一块了。怎么回事呢？故事起始于一位著名的地球物理学家和海洋学家威廉·莫里斯·尤因。他长期从事海底地震学和声学的研究，曾经发明了一种被称为手法的炸弹，用来定位被德军击落的盟军飞机在海面上的准确位置。所以他对声音的传播模式是了解的不要不要的。到了二战结束，冷战开始，美苏双方就开启了核竞赛模式。美国人就在成天的担心苏联人的原子弹到底还要花多久才会追上自己啊？可是这很难知道，对不对？就在这个时候，尤因站了出来说：“我倒是有个办法，咱们可以试一试啊。”听声音嘛，因为根据他的研究，声音不仅在海洋深处有自己独特的传播通道，在大气当中也是有的，但是那得是在大气的高层啊。由于高层大气的加小，温度低，就会让声音处于其最小传播速度，在折射的影响之下呢，声波的传播便会被限制在一个特定的通道当中，相当于是形成了一个天然的传声筒。咱们为什么就不能利用这个传声筒呢？要是苏联人进行了原子弹试验，那势必就会产生相应的声波了。而如果我们监听到了这样的声波，不就能得知苏联人的动向了吗？甚至还有可能会更进一步，从声音当中解读出更多的细节啊！所以还不赶紧上天把耳朵凑近这些传声筒吗？于是1947到1949年之间，一个名字叫做莫古尔计划的绝密项目被美国陆军航空队启动了。他们计划使用高空气球，带着麦克风和无线电发射器，乘着气流一路飞到苏联的上空，等待录下原子弹爆炸的声音。可是气球它不给力啊！他们原本使用的是橡胶气球，根本就飞不到那么高嘛。怎么办呢？那就换麦片上呗。其实是麦片的制造商通用磨坊。你现在就可以去查一下，它至今都是一家主要从事食品制作业务的世界500强企业。不过，其非主要从事的才是我们今天将要讲到的。早在冷战之初也许还在更早之前通用磨坊就在跟 CIA 合作了，为其生产高空气球。一家生产食品的企业为什么要掺和到间谍气球的领域呢？大概是因为材料嘛。食品包装需要不断的研发新材料，气球越飞越高也是需要不断的用到新的材料嘛。难怪所以当军方的橡胶气球 hold 不住莫古尔计划的时候呢，麦片厂商通用磨坊非常及时的就给他们送来了聚乙烯材料。这种全新的材料更耐用、更致密，让氦气泄露的更少，于是也就更容易让气球保持在恒定的高度了。你看，高空气球的问题不就解决了吗？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却很不争气的、非常意外的，以谁都不可能想得到的结果发生了。1947年6月14日一枚属于莫古尔计划的气球坠毁在了新墨西哥州罗斯威尔西北约130公里的地方。正巧呢，被途经此处的一对牧场主父子发现了，他们实在是看不出这些掺杂着金属、橡胶、神秘纺织物的奇怪残骸原本是属于什么东西，又是如何来到此处的。于是很快他们便将收集到的残骸交给了当地的治安官。你以为治安官他知道吗？他也不知道嘛。于是他就只能假设，这个玩意儿呢，很有可能是属于部队的。之后他就联系上了位于城外的罗斯威尔陆军机场，找到了一位同样懵逼的上校。上校一听，这我也解释不了便开启了一路往上的汇报链条，一直来到了第8空军司令罗杰·拉米将军这里。该怎么向公众解释呢？知道真相的空军此时一定很犯难是告诉他们，各位别紧张这是咱们用来偷听苏联人他们又造了几枚原子弹的间谍装置吗？这不妥妥的引起公众的紧张吗？你们既然都已经在偷听了，那就意味着苏联人肯定已经有嘛，那可能下一秒钟原子弹就飞到我们的头顶上来了，这还得了？使不得嘛。那就扯一个谎呗，扯一个足够把大家的注意力全部吸走的谎。这个是外星飞碟坠毁的残骸。于是大名鼎鼎的罗斯威尔事件便诞生了，直到今天都还热度不减。哪怕军方后来自己揭秘了，哪怕他们大声地说，那就是当年为了掩盖事实所撒的谎但公众还是会相信那个更为刺激的故事版本了。所以跳进黄河也洗不清，这大概就是个典型了吧。好，我们还是回到原本的气球的故事上面来罗斯威尔事件呢只是个插曲，而莫古尔计划也只是开始，后面的基因组计划才更为精彩呢。你甚至可以把它理解为后来间谍卫星的雏形了，
因为该计划里面的气球下方呢挂着的可就不是简简单单的录音设备了，而是高级的摄影机啊。他们的想法大概是这样的啊，让这些挂着摄影机的高空气球乘着气流飘过苏联的领空，在此过程当中呢，拍下那些美国人原本是看不到的宝贵照片了。因为他们那个时候还没有飞得足够高、飞得足够快，能够足够安全的去执行这项任务的间谍飞机嘛。然后等气球飞越苏联领空，再通过无线电给气球发送一个信号，让它扔下拍完的胶卷。当然，胶卷并不是裸露的哈，而是装在一个可以自动打开降落伞的专门的保护壳里面的。接着就是更精彩的部分了啊！等待在附近的 C119飞机呢，会在飞行员精湛的驾驶技术下，从空中伸出一个钩子，将这些从高空中掉落的包裹一一给它接住，最后再送往 CIA 的图像分析中心。计划嘛是很漂亮，难度好像也能接受啊，那就干呗。于是，1956年的1月份啊，大约有500个这样的气球升空了，它们朝着东方铺天盖地的飞了过去。当然，这些东西应该是要做的超级隐蔽才行，对不对？美国人原本也是这么计划的，所以用在基因组计划气球上面的金属材料呢，少之又少，就是为了尽量减少他们被苏联雷达探测到的风险嘛。但是鬼知道是哪个人在哪一步搞错了啊！气球上面的一个锁具，显然它只能是金属的，竟然标准的就长91厘米，而91厘米恰好就是苏联雷达的工作频率了。于是，原本该是融入背景的这些气球呢，现在却像是一盏盏的灯泡一样，在苏联的雷达里面闪烁个不停啊！苏联人简直气炸了啊！第一时间就冲动到要飞上天，把它们通通给打下来。但是吧，这些高空气球的飞行高度呢，达到了15到30公里，远高于任何战斗机的声线。怎么打呢？睡一觉再打。苏联飞行员发现啊，在日出时分是这些气球降到最低的时候。因为夜里面温度很低，会让气球里面的氦气密度增加，浮力下降，就逐渐落回到了空气密度更高的较低的空中了。准是干掉他们的好时机啊！苏联人因此就回收了大量的美国气球，也顺带回收了气球上面大量的没有曝光还能继续使用的美国产的胶片。我们都知道，那就是柯达的胶片啦。哎呀，这样东西啊，可以说是让苏联人如获至宝啊！因为在那个时候，美苏两国还在进行一场太空竞赛嘛，其中争夺的一项就是看谁能够先拍下月球的第一张照片。苏联人呢，造相机还可以，但是他们的胶卷始终很难达到能够用的地步啊。当时月神3号卫星已经准备好了，苏联人的计划是将它送往月球，并且让它绕过月球的背面，趁机拍下一些照片，直接在卫星上冲洗扫描出来之后呢，然后在月球引力的加速下被甩回到地球附近，在这里再将扫描好的照片传回到地面。好，尽管卫星造得很好，控制系统配合的也很好，上面的相机结实又靠谱，但最尴尬的却是相机里面的胶卷，只要是一过泛海伦带，就会被弄得起雾模糊，接着就完全拍不出任何影子出来了。苏联人怎么弄都弄不对啊，简直头疼到不行啊！谁知道美国人的包裹及时送到了啊！一次意外之下，月神卫星的工程师们得到了一些基因组计划中美国人的胶片的样本。他们突然就意识到，为了应对同样的极端环境，美国人竟然把胶片的问题给解决了。这些胶片呢，都是经过了特殊的强化处理的，完全是可以安全的通过泛海伦带的。妥了，这下只需要将它们裁成咱们自己的相机可以用的尺寸，不就好了吗？于是这张照片，人类历史上第一张月背照就诞生了。苏联人抢到了第一，在美国气球、美国麦片和美国制造的外星人的帮助下，抢到了第一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故事。大家可以听出来了，我的嗓子有点哑。如果你连这个都可以接受，并且听到这儿了，那还不赶紧3连吗？好，我们下一期再见啦！